您好，我是彼得。你好，我是嘟嘟。有位福建籍贯的朋友小孩满月，委托彼得帮他制作一些红龟糕，好祭拜神明祖先。制作贡品态度需庄严。再说各籍贯都有自己禁忌，一切还需按照要求来。福建籍贯小孩满月，少不了红圆和红龟糕。大家一起来看看彼得怎样做吧。阿弥陀佛。你这戏精！小孩就像一棵幼苗，一切刚刚开始，所以在制作满月或周岁红龟糕，尽可能不用带有寿字或另一种万字的模具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有需求，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各种花样的模具，像这个俗称米字花模就特别受落。没有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像舅舅手工捏成红圆，意义一样，这也是我们先人的智慧。随机应变。是的，首先将300克绿豆片浸泡隔夜。市场上的绿豆片主要来自缅甸和澳大利亚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如果要更快蒸熟，或蒸熟后只用手捣成泥，不用搅拌机，推荐选用澳大利亚进口的。像舅舅今天要机器搅拌，所以无所谓。价格呢？澳大利亚颗粒较大，价格也稍高一些。水磨过豆片，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。好快。是的，这豆片即使蒸1小时，也未必可以蒸烂，所以蒸不烂时不需怀疑，很大可能您买的绿豆片不是来自澳大利亚。口味呢？口味差别不大。蒸过后的绿豆片倒进搅拌机，再加入300毫升斑斓汁。用几片斑斓叶？用3片斑斓叶加350毫升清水萃取。将搅拌后的豆泥倒入锅中，加入60毫升植物油。这是向日葵花油。是的，150克细砂糖，甜度可自行调整。加1小匙盐，这样就能中和糖的甜度。接着中火不停炒拌20分钟。这也很快。是的，因为这豆子已蒸熟，含水量也不高，只要炒至抱团就可以了。约20分钟后，豆泥成团，这时候铲子与或呈光面状态就能离火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绿豆馅的软硬度，也就是红龟糕蒸熟后内馅的硬度，所以大家可以随着自己喜欢，自行拿捏至满意为止。内馅完成了，好香。接着开始糕皮制作，首先将250克马铃薯去皮，切片蒸熟，也可用番薯替代。加了薯类制成的红龟糕，装在密封的盒子内，室温下隔夜不会变硬，第2天不需从蒸就能享用。切片后，大火蒸15至20分钟。熟了。筷子能插入就熟了。趁热将马铃薯捣成泥状。接着在320毫升清水加入适量可食用色素，特别向大家推荐樱桃红色素，只需少量就能取得很好效果，色泽特别吸睛。450克糯米粉倒入大碗中，再将水逐步加入。
捏一小块面团约50克重，加入沸腾热水锅内煮熟。等待中，将粉团揉成面絮。将熟透面团捞起，重置回粉内。这熟透面团色度也是最终成品颜色，满意与否，此时还可做适度调整。将50克粘米粉加入，台湾人称之再来米粉。1大匙白糖，马铃薯泥，接着用手揉匀。剩余的水分次加入，一边加入一边搓揉。每个牌子粉的吸水量不同，水量还请自行调整。万一水加多了怎么办？那只好多加一点粉补救吧。接着加入6大匙，约90毫升植物油。继续将油揉入面团内，一直到揉匀为止。完成后的面团表面柔顺光滑且软硬适中。面团分小剂，每斤28克，重量依据模具大小，我今天用的是中码模。将小筋面团搓圆，湿巾保湿备用。取出内馅，分成22克小剂。完成后待用。将香蕉叶剪成直径6公分圆片，清洗干净后抹干，涂上一层薄油防粘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开始制作。取一小剂面团，用拇指按个深穴，再双手捏出个小窝窝。窝窝内置入一小剂内馅，再用虎口收拢捏合。在双手按紧时，助高胚内部排气。表面抹层油，再搓圆。模具内刷上一层薄油防粘。将膏坯置入，再按至紧实。遮木模具易沾粉，建议膏坯外表不要上粉，免得粉粘在模壁上，花纹变浅，成品就不好看了。将模具左右轻敲，膏坯就能倒扣出。垫上胶液即完成。锅子预热，将膏坯上锅，中火蒸6分钟。煎中开盖散热一次，抹干锅盖水蒸气，继续蒸熟。哎呦呦，好漂亮呀！真好看，因为制作时抹了油，蒸熟后就免了。接着开始来制作红圆。分量与开始步骤就像制作红龟糕一样，
同样先在外表抹油，蒸熟后就不抹了。制作红龟糕这样处理，隔天不油不腻。红圆不需模具，双手塑成类似莲雾造型即可，也有人只搓成圆形。福建人在大年初9拜天公时，也喜欢用红圆祭天，寓意阖家圆圆满满，事业红红火火，赚大钱。此食谱完成后，红圆20个，红龟糕22个，一共42个。小孩满月或周岁，用红圆祭拜神明祖先，祈福小孩一生圆满，平安快高长大，是个很好的祝福。为了表示对神明尊敬，祭祀糕点完成后，在未祭祀前，一般不会享用，所以今天就不要试吃了。谢谢大家陪伴，再见了。